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今天是系列的第4期。得益于1984年优秀的市场表现 ，FC 主机的出货量超过了100万台，在日本已经成为游戏主机的龙头。但由于在主机发售之初，公司就定下了软件策略，为了避免类似80年代雅达利对游戏市场造成的冲击事件，任天堂采取了严格的软件审查制度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三方厂商在 FC 上发售游戏。因此，到了84年底 ，FC 主机上的游戏数量只有29款，其中第三方的游戏只有哈德森和南梦宫的2-3个游戏，而且早已登陆过其他平台。自家的第一方游戏大多也是移植作品。时间来到1985年 ，FC 发售的第3个年头，艾瑞姆、艾尼克斯和科乐美等第三方厂商看到了主机的销售势头，纷纷加入到这个阵营。这一年，任天堂在一方面积极扩充第三方的软件阵容，另一方面自己也加大了 FC 主机原创游戏的开发力度，同时为 NES 主机在北美上市做准备。整个1985年共发售了69款游戏，我会分成5期讲解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游戏吧。气球大战这部作品的开发是任天堂和 HAL 工作室共同完成的，横井军平和坂本鹤勇负责设计，岩田聪担任程序员。最初在街机上发布，后来登陆 FC 平台。这款游戏的创意实际上来源于82年一款名为 Jaws 的鸵鸟骑士的游戏，内容中也包含了平台和飞行等主要元素。在游戏中，玩家控制的人物统称为气球战士，造型是戴着头盔，背后背着2个气球。反复按下 A 或 B 键，人物会不停地挥动手臂，升到空中。玩家的目的是控制气球战士，消灭场中的对手。每个对手拥有一个气球，从敌人的上方将对手气球刺破，敌人会乘降落伞缓缓下降。在此期间，将敌人击落水中，就算消灭对方。敌人落地一段时间，如果还没有被消灭，就会给气球重新充气升空。攻击的同时还要避免敌人从上方刺破自己的气球，被刺破1个气球后浮力会降低，如果玩家掉入水里或者离水面太近，就会被食人鱼吃掉。场景中还会出现闪电干扰玩家，如果被闪电击中也会挂掉。每通过3个关卡会有一个奖励关，奖励关没有敌人，通过刺破气球获得分数。游戏可以双人同时游玩，双人游戏时除了可以消灭敌人，玩家之间还可以刺破对方的气球，互相陷害，更加欢乐，是早期著名的有劲游戏。另外 FC 版本中独有的热气球旅行模式，单人游玩，目标是在横向滚动的屏幕上躲避障碍前进，同时获得分数。这款游戏创意虽然借鉴了其他游戏，但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，游戏的手感非常独特，启动或变向都有很大的惯性，操作上想要准确掌握需要多多练习。游戏的音乐也非常优秀。由于游戏的玩法经久不衰，这款作品以各种形式，包括续作，登陆到后续的多个主机平台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敲冰块，又翻译为冰山攀登者。游戏于1985年先后发布于街机和 FC 平台。1P 和2P 的2个游戏人物角色名字叫做波波和娜娜，2个爱斯基摩人，他们穿的羽绒服叫做派克大衣，蓝色衣服的是波波，红色是娜娜。虽然这款游戏没有正统续作，但游戏的2个角色人气很高。从01年开始登陆 NGC 的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，在后来主机的大乱斗游戏中也一直作为高人气角色出场。游戏一共有32个不同的场景关卡，相当于32座冰山。游戏角色每一关都要从底部向上攀登，到达冰山顶部，阻止山顶的巨型秃鹰偷走蔬菜。波波和娜娜武器是一把木锤，跳跃时可以凿开上方的冰块，在地面也可以消灭敌人。每一关都有8层彩色冰块需要攀登，完成后会来到奖励部分的内容，一边捡起蔬菜一边向上登顶。在40秒内登顶抓到山顶的大鸟，奖励关即可成功。通关结算有额外的分数加成，奖励关失败也不会损失生命，但结算画面会痛哭流涕。游戏里的主要敌人有3种，日版中为小海豹、挑剔鸟和大白熊，
而在美版中，小海豹被换成了脱皮人，它的造型是一个矮小的雪人。海豹或脱皮人会不断地用冰块填塞每一次的空隙，阻止玩家向上攀登。挑剔鸟也会飞来飞去，阻止玩家。通过前几关之后，画面中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冰柱从上方掉落，阻止玩家攀登。如果被冰柱击中，也会挂掉。如果玩家在一定时间内还没有往上爬，大白熊就会出现，戴着墨镜和粉色泳裤，敲击冰块，强制屏幕向上滚动。游戏每关的设计都非常巧妙，不同的地形、移动的云梯、不能敲碎的冰块和移动的冰面相互组合，给玩家向上跳跃制造各种障碍。可以说游戏的难度很高，特别到了后面的关卡，很多地方都要依靠熟练的操作和瞬间的判断。每关后半的奖励内容难度更上一层楼，40秒内的时间几乎不能犯任何错误才能通过。可能任天堂也考虑到了游戏的难度，怕很多玩家见不到后面的关卡内容，在开始界面可以选择从哪一关开始游戏。这款游戏玩起来实在太欢乐了，特别是双人游玩，即使如此高的难度下，小兽仍然是大家玩的最多的游戏之一。游戏评价5颗星。火凤凰又翻译为凤凰战机，原版是1983年杰里可开发和发行的街机游戏， FC 版由东星软件开发，在日本由杰里可发行。这部飞行射击游戏被归类为固定射击类，游戏采用伪 3D 滚动背景，给人一种空间的纵深感。玩家控制星际战舰在行星表面上空飞行，敌人为外星的变形虫和翼龙生物以及不明飞行物的编队。星舰的武器有2种类型，一种慢速双发子弹，数量没有限制但发射速度慢；另一种快速单发子弹，画面右下方显示子弹数量，可以通过消灭敌人补充弹药。游戏在8个不同的场景之间切换，每4个场景过后有奖励关，通过全部8个场景算通关一轮。之后场景和敌人开始重复，和其他飞行射击游戏一样，难度提升体现在敌人的速度和子弹的数量。这款游戏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，除了伪 3D 画面造成的视差效果，另一大特点是游戏的操作手感模拟了摇杆控制飞船的惯性感觉，在当时的飞行射击游戏中也很独特。但作为杰里可登陆 FC 平台的首款游戏，可能是想先试一下水。可以看出公司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，游戏的流程太短，8个场景3到4分钟就结束了。游戏的音效在 FC 上显得十分低劣，音乐更是只有开场画面的8秒钟。综合下来，仍是一款缺点大于优点的游戏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大蜜蜂原版1981年发布于街机平台，后来移植到多个平台，1985年登陆 FC。这款游戏是小蜜蜂的续作，不得不说，游戏的中文名字翻译在离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光有个小蜜蜂还不够，只因为这座机体更大，所以叫大蜜蜂。和小蜜蜂一样， FC 版的发行由南梦宫自己负责， NES 美版和欧版由万代公司代理发行。同样作为一款固定射击类的游戏，大蜜蜂的基础玩法和前作基本相同。开始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敌方编队陆续到达的环节，然后还是排好队挨打，接着陆续冲下来挨打，消灭全部敌人进入下一关。不同的是，这一座玩家控制的星际战机火力更为强大，不再是一次只能发射1颗子弹。另外，这座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双战机模式，敌方的大型战舰增加了捕获功能，可以发射光波，玩家控制的战机被光波扫到就会被敌方捕获，战机变成红色。此时重新出动一架战机，当敌方捕获的战舰俯冲时将其击落，就可以救出被捕获的战机，形成双战机模式。这时火力会大大加强，每通过一关，画面右侧的徽章就会变化，相当于玩家的军衔提升，不断过关升职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。相比前作小蜜蜂，这一座从画面、音效、内容上整体都有一定的提升，但基本的框架没有变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家用 Basic 语言 V3
在第一版发布不到1年的时间，任天堂就发布了 V3 版家用 Basic 语言，相当于对原来版本的扩充升级。它的基本内容在上一期视频中已经介绍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。相比于上一版，可用内存从 2K 提升到 4K， 编辑模式上也做了一些优化。另外增加了4个已编程的迷你小游戏。0号游戏有一个新型轮廓，从空心开始逐渐填充，完成后马里奥和波林就会走到一起。1号游戏玩家控制企鹅在网格上行走，是按顺序收集数字，同时避开2个螃蟹。2号游戏马里奥按顺序收集数字，并通过平台、梯子和弹簧收集苹果，同时避开2个敌人。3号游戏是一个星际射击的小游戏，可以在屏幕上无止境的射击，可供1名或2名玩家分别控制星际杀手和星舰。这些迷你小游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游玩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使用者用这套系统编写游戏程序。另外还有一些扩展内容，例如可以外接官方用这套程序开发好的磁带游戏等等。如今这些失败的尝试已经被尘封到了历史的档案里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救难直升机游戏的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叫做突袭邦格林湾。游戏最早于1984年由 Broadbound 兄弟会公司发布于 C64 的微型计算机平台。85年，哈德森公司将游戏搬上了 FC 平台。该作品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威尔赖特设计，他是 Maxis 马西斯公司的创始人。该公司后来创作了多款模拟系列游戏，包括著名的模拟城市系列和模拟人生系列。这是威尔赖特设计的第一款游戏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开发的模拟城市。游戏采用了俯视视角，玩家控制一架从航空母舰上启动的直升飞机，它的任务是轰炸邦格林占领的6个小岛，摧毁岛上的6个工厂，同时需要抵御岛上的炮塔、战斗机和导弹的反击。这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敌人的工厂是可以不断发展的，并可以开发出新的技术对抗玩家。岛屿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依存的关系，例如补给船在岛屿之间会相互移动。想要赢得游戏，玩家必须尽快轰炸所有工厂，阻止技术的进步，以防止事态升级。如果闲置太久，工厂就会制造出足够多的新武器来压倒玩家。这种岛屿发展的模式也是后来开发模拟城市的灵感来源。攻击失败意味着邦格林帝国开发出的战争机器会接管地球，所以玩家必须攻击其基础设施，同时保卫作为基地的航空母舰。另外，游戏还采用了摇杆式的手感控制直升飞机，有些类似前面提到的火凤凰的游戏，但在俯视视角上这样的设计在当时褒贬不一。这款作品在后来 NES 美版发售后销量突破了100万，给设计师威尔赖特赚足了钱，这些资金也被用到后来开发模拟城市。所以说，虽然这款游戏在红白机没有太多值得夸赞的地方，但它间接哺育了后来者，也算是一种贡献吧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变形战机 Z 原版游戏1984年由杰利可开发发行，也登陆了多个平台。日版游戏的名字是 Formation Z， 欧美版的名字叫做 Aero Battle。1985年的 FC 版外包给了 Hector 开发。游戏有故事背景的设定，在2701年，一个名为 Uphell 的机器人可以变身成为战斗机，被派去执行任务，阻止外星超级武器抵达地球。玩家控制的机器人可以前后移动和跳跃，但不能飞行。想要飞行就得变成战斗机。操作方法是长按 A 跳跃键，飞行状态下再次长按 A 键可以变回机器人。变成战斗机后会消耗燃料，剩余燃料以数字形式显示在屏幕右下角。当燃料耗尽时，飞机就会坠落。可以通过在地面的热气球形状得到补给，补充燃料。另外，如果在海洋或者太空中等没有陆地的场景，只能用飞行模式，所以需要控制好燃料的消耗。火力输出有2种类型，一种连续按 B 键为普通射击，另一种按住 B 键类似蓄力射击，但不用松开，长按1-2秒就会自动发射一发。这种攻击被称为爆炸攻击，威力更大，同时 BOSS 只能用这种方式击败。游戏内容主要分为2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在地球上战斗，又有草地、山脉、海洋3个场景。
消灭地球上的入侵者后，会飞到外星球继续战斗。外星球又分成陆地表面和太空，在太空中消灭最终 BOSS 后即可通关。这款飞行射击游戏的唯一特点就是可以变形，而且变形后飞行速度很快。游戏的画质、音乐都很一般，全部场景7到8分钟可以通关一次。这样的作品即使放在 FC 早期也只能算普普通通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足球由 Intelligent Systems 开发，任天堂发行的游戏。在之前的几款体育游戏大卖之后，任天堂终于在 FC 上发行了足球游戏。这款足球游戏可以说是众多主机上足球游戏的始祖。游戏可以单人和电脑对战或者双人对战。开始时有7支国家队可以选择，游戏难度分为1到5级。另外可以设置比赛时长，半场15分钟、30分钟或者45分钟。不同的国家球员的能力并没有任何差别，仅仅是衣服和皮肤颜色的不同。操作用方向键控制球员，进攻时 B 键传球， A 键射门。这款作品谈不上什么真实感，从游戏人物和足球大小的比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另外带球、踢球时的人物动作，足球在空中飞行，都充满了早期游戏的原始感。游戏也没有复杂的操作，就更加谈不上有多少技巧了。但这款游戏应该是很多80后小时候玩的最多的游戏之一。2个小朋友坐下来对战一把，快乐往往来得如此简单，童年滤镜是绝对摘不掉的。个人游戏评价3颗星。冠军淘金者，这部作品是前一年发售的淘金者游戏的续作，在登陆 FC 主机之前，也已经在很多平台上发布。FC 版的游戏仍然是由哈德森公司开发和发行。与前作不同的是，这作只在日本发行，没有美版。除了关卡设计之外，冠军淘金者的玩法、画面、音乐完全沿用前作。基本内容我在第2期节目中已经介绍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。这一作取消了关卡编辑器，不允许玩家自己编辑关卡，目的在于要玩家专注于官方开发的50个关卡。实际上，游戏之所以叫冠军淘金者，就是因为这50个官方设计的场景难度远远超过了上一作，甚至有一些关难到变态。这种设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游戏的热度，产生了不少狂热粉丝。有些高手用关卡编辑器做出了更复杂的关卡，导致官方直接出了一个极难版。游戏发售时，卡带上甚至标明难度警告，劝退新手玩家，同时建议专业玩家也要拿到提示书。如果全部通关，还可以获得官方的高手认定卡片。按现在的标准，这部作品应该算一个粉丝向的 DLC， 不能归为续作。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。太空侵略者原版游戏是1978年由泰东公司开发和发行的街机游戏，当时有诸多开创性的内容，是第一款固定射击类游戏，也开创了无穷尽的关卡玩法。后来登陆了多个平台，终于在1985年登陆 FC 主机。FC 版的游戏是由东兴软件开发，泰东发行的，只发行了日版。作为固定射击游戏的开创者，游戏采用的经典玩法，玩家控制飞船，发射子弹，击破排成队列的外星侵略者。敌人排成的队列会在左右移动的同时向下逼近。随着外星人一个个被消灭，敌人的移动速度会逐渐加快，还会变成不同的颜色。如果被敌人到达底部，就算失败。有时候画面顶部有飞碟经过，击破会有额外分数，每过一关，敌方队伍的起始位置就会变得更低。作为一款古董级的游戏，画面和音效都过于抽象，我认为登陆 FC 主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游玩价值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功夫，准确来说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应该叫做12功夫，是科乐美登陆 FC 的首款游戏，原版是1984年10月发行的街机版。这款格斗游戏一发售就有了极高的热度，游戏影响深远，
很多开创性的设定也被后来的格斗游戏广泛采用。这款作品灵感来源于李小龙的香港武侠电影，游戏人物的名字在街机版中叫做乌龙， FC 版人物的名字叫李。开始游戏时有1和2两个难度级别可以选，人物的攻击动作也非常丰富。A、B 两个按键分别为拳腿攻击、站立、下蹲或跳跃时都可以进行攻击，结合方向键形成不同的动作组合。招式分为高、中、低3段。游戏采用的血条设定在当时也是一大创新。击败男对手后，对方会仰面倒地，双腿分开。如果击败的是女性对手，对方躺下后还得保持优雅，做一个侧躺的姿势。由于红白机的机能限制，敌方人物从街机版的11个减少到了5个，但即便如此，每个对手鲜明的特点仍然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击败5个对手后，背景颜色更换，再次面对这5个对手，通过20关即为通关一次，往后场景开始重复，每20关一个循环。人物打斗时候特有的叫喊声、对手独特的武功招式，还有经典的游戏音乐都成了这款游戏的标志，即使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讨论热度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南极大冒险，科乐美的又一款作品，和上一款游戏功夫在同一天发售。原版游戏1983年发布在 MSX 平台，除了登陆到 FC 主机，再后来还被搬上了 Game Boy 和 GBC 等掌机。游戏的玩法是控制一名企鹅，它的名字叫 Penta。Penta 在南极旅行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对应国家的研究站，到达后会升起该国的国旗，而在第5关会到达南极点，升起的旗子是一个企鹅的图像。游戏有3个难度级别可以选，每个难度级别都是10个研究站，完成10个关卡即为通关一轮。继续游戏难度会上升。游戏中玩家控制的企鹅需要通过移动和跳跃避开冰面上的洞口、裂缝和从下面钻出来的海豹。如果没有躲开，企鹅会被绊倒，导致速度降低。冰洞里有时候会有鱼跳出来，吃到鱼获得奖励分数。另外，冰面上有时会出现不同颜色的彩旗，拿到闪烁变换色彩的旗子，在一定时间内头上会多一个竹蜻蜓，此时按住跳跃键可以升空飞行一段时间。游戏的背景音乐用的是世界名曲《溜冰华尔兹》，伴随着舒缓悠扬的音乐，夏天坐在空调房，一边吃着冰棍一边游戏，浓浓的童年暑假的味道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忍者军魔城的冒险。最早的版本是1984年的街机版，1985年登陆 FC， 由东星软件开发，杰利可发行，游戏只发行了日版。在 FC 主机较早的阶段，东星软件帮助一些第三方公司开发移植游戏，可以说在一定时间内很好的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。这部忍者军作品也是系列的第1款游戏，后面几年以它为主角，又陆续推出了好几款作品。游戏的玩法是在场景内向上方跳跃攀登，消灭所有的敌方忍者。武器是发射手里剑，可以通过撞击让敌人眩晕一段时间。敌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付玩家，每消灭一个敌人都会掉落奖励分数。游戏实际上只设计了3个场景，第1关类似一座金山，第2关是一座银山，按游戏的名字，第3关应该就是魔城本体。如果依照日本战国时的标准，我理解这座魔城应该是一个有丰富矿产的山城。前2关是城的外围，第3关是内城和本丸。3个关卡场景通过后会开始重复，敌人会变成更难的类型。每关的场景都会出现一个圆形的球状奖励，拿到除了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，每收集3个球体就能解锁一个奖励关卡。游戏的操作和手感比较奇特，跳跃时需要结合左右方向键才能向上跳跃，直接按跳跃键会下落一层，而且操作的延时也会比较明显。在空中和敌人撞击后会被弹开，要适应这种方式和手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而且游戏有一定的难度。在游戏过程中还得好好利用撞击对手使对手眩晕这一设定。作为这个系列的第1作，玩法相对比较单调，个人评价2颗星。
跳跳虫原版游戏是泰东公司1984年开发和发行的街机版本，玩家控制一名角色叫 Checking 的黄色小生物，中文翻译为跳跳虫。它的腿可以伸缩，伸缩的腿可以在地板和天花板上行走。在一个简单的迷宫场景内，玩家要救出被关在笼子里的爱心，然后从画面中出口标识的位置逃脱即为过关。画面上方有一个推动巨石的怪物，表示每关的时间限制。跳跳虫的武器是圆形的炸弹，炸弹会释放烟雾，可以炸开笼子救出爱心，也可以用来消灭敌人。敌人一开始以弹的形式倒挂在天花板上，一段时间后会孵化出来，变成像鱼一样的怪物。用炸弹消灭怪物可以掉落彩色爱心，拾取后有一段无敌时间，速度加快。游戏一共有9个关卡，通关一次大约需要10几分钟。这部作品后来被认为是泡泡龙的前身，部分角色在后来泡泡龙里登场，但这个游戏本身没有什么亮点，整体素质也很一般，个人评价1颗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觉得不错，还请3连支持。有好的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